我告诉你怎么能拿到钱。哎呀，还是你会玩啊！怎么样，好玩吗？救命钱！什么救命钱？我听听。快点儿！魏总，你让我买的单已经买完了，还有其他的事儿吗？没有的话，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了。当然有事儿啊！我想让你过来给我当个吉祥物，结果你一来，我游戏就输了。输了要怎么样？输了就要把这些酒全部喝掉。小李总，酒我替我们魏总喝。哎，住嘴！这么漂亮的贴身小助理，你让他帮你喝酒，你还有良心吗？还有男子汉气概吗？哥帮你喝。剩下的酒，要么你自己喝，要么你一口一口喂我。喜欢别人一口一口喂你是吧？当然了，谁让你游戏输了呢？必须喝，喜欢喝是吧？松！今天让你喝个够！你给我松手！松手！等一下，魏总，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喝。魏总，今天这酒劲儿挺大呀。魏总，魏总，魏总，您开门。魏总，你喜欢喝是吧？魏总，今天就让你喝个够！魏总，喝呀！今天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可以先回去了，谢谢啊。林宇，快去找经理拿钥匙。去监控。包厢不太对劲啊，人怎么都走了？去看看，走。魏总，您千万别冲动，下周2就是董事会了，千万不能把事情闹大，不然就没有办法出席会议了。您开门呀，魏总！叫你一声小李总，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服不服？不服就进去喝。怎么还跑男厕所呀？小李总没事吧？你该不会真的把他给……思想怎么那么血腥暴力呀？放心，我保证他一会儿活蹦乱跳的啊！没事就好。干嘛呀？你干嘛呀？我这衣服挺贵。装醉啊？装醉？装醉。小李总喝多了，去厕所。哦，好的。
慢点。哎，魏总，您明天上午10点半记得到公司，有几份文件需要您签字，还有财务那边说有2份巨额消费需要跟您视频面授。我先走了。我送你。你明天上午一定要记得叫魏总起床。好。不对，你肯定搞不定他，我来叫他起床，你回去休息吧。那就辛苦颜如了。朱总，计划失败了。这点事都办不好，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董事会之前想办法把魏子期弄到局子里待几天。本来一切都挺顺利的，我连药都准备好了。魏总，可是袁夏突然出现，打乱我的计划。袁夏，他这个助理当得太称职了，会影响我们的计划。还有一件事。他接完买单的时候，似乎发现酒吧的账有问题，需不需要我这边马上解决这个麻烦？至于魏子期，盯紧了他，要是有什么异动，立刻动手，只要留他一口气，撑过董事会就行。明白。酒吧的监控视频发给你了，注意查收。额外附赠一个彩蛋视频，别太感激我。怎么还跑男厕所里来了？没事就好。才不是擦肩的路人，是用尽力气要与你重逢。如果说时光能印证，一遍遍追寻，心如初的眼神，思念穿越多时空，默不作声，爱就数着彼此从未断层，多想一刻转身，我就变成我们。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帮你更进一分，就这样直到世界尽头。你是人。与其内耗自己，不如叫醒老板。继续盯紧周围。魏总，您该起床去公司了。
哎，别吵，我再睡会儿，你自己去吧。您必须要起床去公司了。那您要不开门的话，我只能一直敲了啊。怎么没动静了？既然您已经起床了，那我们该去公司了。魏总，我们得抓紧了。啊，你开车。您的车我可不敢开，万一磕了碰了，卖了我都赔不起。哎，行了，那今天不去了，我正好回去补个觉。哎，等等，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坐我的车吧。这车这么小，能坐吗？能坐。魏总，安全带。魏总，魏总，到公司了。到公司了。魏总，魏总，门在这边。你好，帮我停下车。哦，好的。魏总好。什么时候来的？昨天来的。昨天来的。晚上有时间吗？要不要一起去吃个饭？我想听听你对公司的观感。好。魏总，周董的车已经到门口了。从我2年前入职开始，他对每一位年轻的新来女员工都是一模一样的开场白，一个字都没改过。魏总，你这么早催我来公司，是公司要倒闭了吗？连空调都开不起啊！魏总，您办公室的空调已经提前叫人给您开好了，您可以先进去办公，文件我稍后给您送进来。袁姐，空调坏了，怎么没叫人来修呢？一早就叫了，但是后勤那边拖拖拉拉，说要下午才会过来修，摆明了就是不把我们总裁办当回事儿嘛。要是换成周伟，口红花了。啊？对了，财务那边需要签署的文件，赶紧催一下送过来。哦，好的。哎，你好 ，MU 总裁办，这边按照老规矩帮我订一束鲜花送给陈小姐，落款杀青快乐。哎，你好，餐厅吗？今天7点半帮我订2个位置。你好，游艇俱乐部对吗 ？MU 总裁办，这边还是按照老规矩安排。夏姐。哎，小夏姐，我看你穿这衣服还是昨天的，脸上的妆又花了，是不是咱魏总又玩到半夜，喊你去挂单签字啊？是天亮。对了，
之前魏总挂账的那些财务明细，你交给财务了吗？还没，不是说月底一起结算吗？那你拿过来给我看一下。好。这个。魏总，这是下周一公司活动周年庆的项目方案，需要您过目并签字。还有，这2份文件您也可以看一下。等会儿，谁让你出去的？您还有什么指示吗？没看我正忙着呢吗？念给我听。好。对了，魏总，昨天晚上去的那间酒吧，是谁推荐您去的？啊，那个是小李总他们家开的。我发现那家酒吧的酒好像都特别贵，还有您之前经常去的餐厅和游艇俱乐部，价格都比外面高了好几倍。虽然咱们是挂公司的账，但我觉得你也应该知道一下。你赶紧念你的，念完了我好回家睡觉啊。魏总，咖啡。量子通讯相较于传统通讯的优势是它绝对的安全，而且具备极强的抗干扰能力。量子密码的安全系数非常高，所以量子通讯主要运用来解决军事、航空、深海等。坐着念。你当我光了？哦，好。从量子通信要实现的远距离这一实用角度来说，光子在光纤里面是有固定的耗损的。远距离量子通信需要量子中继更有效的方式，就是自由空间的量子通信。除了大气层这段，外太空几乎没有对光子的耗损。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念了，我也听不懂，给我签字吧。哎，好。魏总，您今天要是没有什么其他事儿的话，我想申请调休，提前2小时下班。可以啊，正好你走了，我也可以睡个安稳觉。那谢谢魏总的空调。顺便说一句，空调温度太低，睡觉容易感冒。小夏姐，老板没为难你吧？他是想让我在里面多吹会儿空调。其实他这人有时候还挺不错的，给钱又大方，除了私生活太乱了点儿，工作不上进了点儿，有时候脾气差了点儿，就没什么缺点了。啊，这些文件他已经签完字了，你叫他们过来取吧。我今天调休，一会儿就提前走了。你是该早点回去休息了，你这状态看上去是有点疲惫啊。啊，这么明显？那我这状态去相亲会不会不太礼貌啊？相亲？嘘，邻居介绍的。那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去补妆了。等一下，等一下，袁熙，魏总。他说他今天下午调休要去相亲。相亲？魏总，您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啊，你早上把我送来公司的，晚上不负责把我送回去啊？我已经跟您请过假了，我下午有事儿，咱们也不顺路啊。哦，没关系，你不顺路，我可以顺你的路。等你办完事儿之后再把我送回去也不急。愣着干嘛？你不有事儿吗？上车呀！
魏总，您又开错路了。刚才那个路口应该是右转，不是直行。没开错呀。哎呀，我跟你说啊，你那个相亲对象，要是连这点时间都等不了的话，说明他没有诚意。你怎么知道我要相亲啊？魏总，您偷听我和晨晨聊天？没有，你俩就差拿个大喇叭在总裁办广播了。我偷听，我可没偷听啊。下个路口要右转，不是直行。这次您千万别开错了。怎么了？刹车失灵了？我上个月才保养过的刹车怎么会失灵呢？现在我们怎么办？等下，我们会没事的。你看过拉力赛吗？电视上看过。赛车抵达终点前，最重要的不是赛车手，而是堪比他眼睛的领航员。你来当我的眼睛，你帮我找一条车流少、红灯少的路。等电耗尽了，我们就没事了。袁夏，开始吧。好，前方路口右转。继续直行。红灯，所有道都有车。我这个人运气一向不错的。左边有车，小心！继续直行，直行800米之后向左。好。左边封路了，怎么办？害羞了。喂，老魏，什么？好，我马上过来。谢医生，今天麻烦你了。虽然今天检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你感觉哪儿不舒服，第一时间来医院找我。魏总，明天见。明天不用来上班了，算你调休。谢谢魏总。魏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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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啊？我没事，你没事吧？啊？我也没事。你们俩干嘛呢？速度与激情啊！袁夏的车被人动了手脚，我怀疑是昨晚酒吧的事，被周围给盯上了。不至于吧？现在是法治社会，不可能动不动杀人啊！再说了，你当时也在车上，你用你爸的遗嘱当护身符，周围在董事会之前不可能对你下杀手。你说万一你死了，那就不是我说，万一你有什么小意外，那 MU 集团54%的股权呢，捐出去做慈善呢？周围又不是傻子。我当时也是临时起意。周围应该也不会想到我会在袁夏的车上。以当时车子的情况来看，动手的人
是想杀了袁夏，就算不死也是重伤。那袁夏他知道吗？他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我只是担心他继续留在我身边，迟早会。我被开除了？魏子琪，他凭什么开除我？说开除就开除，说开除就开除我。开除我总得有个理由吧？圆圆，来吃馄饨了。不，我赶去公司，谢谢啊。啊。让开！魏子琪，为什么开除我？我开除你还需要理由吗？我早就受够你了，每天管我管这管那的，你很烦，你知不知道？还有，你是不是忘了，之前因为你我差点死了。我特意让财务给你开了2N+1的补偿金，就看在我们这2年的情谊上，咱们好聚好散。魏总这么大方，我是不是应该谢谢你啊？袁夏，别跟钱过不去。你当初愿意当我的助理，不也是为了钱吗？你拿钱走人，我付钱买个自由。我当然不会跟钱过不去。要不是为了钱，你觉得我这2年是怎么撑过来的？我本来以为你只是不务正业，你人品不坏，甚至还在为你的处境担忧。但现在看来，你变成这样全是活该。原著魏总给你脸，别信酒不吃吃罚酒。不让你说话了吗？我倒要听听，这些年你在我这儿撒了多少怨。我跟你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不是没什么好说的吗？怎么又不走了？哎，你干嘛？碰瓷儿是不是？袁夏，愣着干嘛？打电话呀！袁夏，你别吓我好吗？袁夏，醒了？感觉好点没？没事儿，就是刚睡醒，脑袋感觉昏昏沉沉的。谢医生，我这是怎么了？袁夏，你其实得了，其实你没什么问题。没什么问题。那我为什么会晕倒啊？因为你真的没什么，就是多休息休息就好。就这样？怎么联系你的家属啊？我家就我一个人，有什么事儿您就直接跟我说吧。是不是我的身体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你的身体非常好，没有任何问题。哎，那你为什么要问家属啊？邢医生，这不是你的报告，袁夏，你不用安慰我了，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是个坏人，我是个坏人。喂，魏晨，是陈宁吗？你哪位啊？你签赛的时间是不是2024年3月4日12点？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千万要记住，2024年12月31日，你千万不要去我们酒店找我自己。我知道我说的话很不可思议，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不然你会有生命危险。我现在就有生命危险，电信诈骗的话你找错人了，不要打给我，我连自己的救命钱都没有。小李总怎么来了？上回酒吧闹出那么大动静，他怎么还好意思出现？不过我听说小李总他爸跟周总的关系不浅，他没在周总面前告你状啊？反正过几天整个 MU 都是我的了，我怕谁？他来就是过来砸场子的，不用管他。也跟我在一块再揍他一顿，周小叔的脸色会怎么样？魏总，我找您有事儿。他怎么来了？不是应该在医院吗？找我干嘛呀？过来碰瓷儿啊？啊，不是，我来拿我的银行卡的。您说的那是我的离职补偿金。要钱来了？我差点都要被你害死，你还找我要钱？林宇，我不是把他开除了吗？他怎么会在这儿？让他赶紧跟我走！魏总，您只要把钱给我，我保证绝对不会再出现在你眼前。你烦不烦呢？钱，赶紧走啊！哎，魏总，魏总，您先上岸，把钱给我，我立刻就走。魏总，您把钱。被开除了？没事儿，人生何处无出路啊！我这正好缺一个小助理，要不跟我吧？你放心，跟你们的魏总比起来，我肯定是既温柔又大方。你别碰我，我现在没空搭理你。魏总，您直接把钱给我就行了。这个钱对我很重要，那是我的救命钱。救命钱？哎，魏子琪，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啊！人家救命钱你怎么不给呢？救什么命啊？我给你啊！来，喝着这杯酒。你等会儿，你什么意思啊？你还像上次在酒吧一样保护你的下属啊？他已经被你给辞退了。你是不是又欠揍了？想要钱啊？哎，你过来，我告诉你怎么能拿到钱。哎呀，还是你会玩啊！怎么样，好玩吗？救命钱？什么救命钱？我听听。救我的命！我得了胰腺癌，晚期，需要尽快治疗。魏总，我求你了，可以把钱给我吗？你听听，他得了胰腺癌晚期，你还不给人钱？哎呀，那你就快要死了！你猪脑子！你这种鬼话你也信？我不信。魏总，魏总，
魏总，魏总，到底要怎么样你才肯把钱给我？把这个喝完，喝了我就给你钱。不喝，不喝就没钱了。我喝。大中午的让我来公司就为选个助理啊？这些都是人事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你还是看一下吧。我是林远，你在家吗？你怎么不开门呀？我给你买了孙一家的馄饨。哥哥，哥哥，快开门呀！哥哥，哥哥。雪月，这次馄饨什么馅儿？我喜欢小米辣的。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不要我了。对不起，圆圆，我跟你道歉。我跟你保证，我以后不会丢下你。那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好。新闻上说，下周会有难得一见的英仙座流星雨。哥哥，我们到时候一起看好不好？嗯。太好了，我还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你。圆圆，谢谢你。魏总。哎呀，随便，能住哪个是哪个吧。魏总您好，我是今天新来的助理，我叫袁夏。我知道。袁夏。我等你很久了。我喝完了，给我钱。喝完了，喝完了就赶紧走吧。我没钱。你说够了没有？魏子清，你就是个人渣！我最后悔的事，就是到 MU 应聘，成了你的助理。我那么努力的学习各种外语，考各种证书，不是为了帮你翻译漫画、帮你泡妞、帮你收拾烂摊子的。但没办法，我缺钱。你用足够多的钱买断了我的梦想。
还有我的尊严。这2年我一直都在跟自己说，你或许只是看起来不务正业了一点，你人不坏，至少不像那些个人渣。哎，说的就是你们！在你们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人眼里，我这种人是不是很可笑？既想要赚钱，又想要尊严，简直是贪得无厌，对吗？那我告诉你们，爱钱不可耻，省钱也不可耻，凭自己的本事赚钱更不可耻。要是你们，我希望你们有本事就一辈子当个有钱人，尤其是你，我倒要看看你还能这样混到什么时候。如果时间可以重来，我希望我从来都没有遇见过你。你的见证上天抗衡，从人海之中慢慢在靠近的我们，从分开之后依然在交汇的我们，哪怕多几次重来也会和你相认。我相信爱能转动命运的齿轮，早已经确认所有路程，所有方向是通往你的门。我爱你不管未来千万种可能，抱你更近一分，就这样直到时间尽头。都愣着干嘛呀？继续嗨！啊，对，继续嗨！来，林宇，哎，干杯！哎，我新车钥匙呢？拿来。魏总 ，Cici 啊，走，带你兜风去。周总，袁夏刚才来找魏子琪，说他得胰腺癌了，找魏子琪拿钱治病。那魏子琪什么反应？很冷漠，我看了都觉得挺过分的。那他现在人呢？出去兜风去了。你是不是蠢呢？跟紧他，他八成啊是偷偷跑到医院看袁夏去了。魏总，我跟着你，我是因为担心你，你误会了，误会了。那照你这么说，我是误会你这条忠心耿耿的狗了。林宇，怎么回事你？林宇，周小叔，我子期啊。子期呀，你兜风就是为了把我引出来啊？我也没想到你会对我跟袁夏的事这么感兴趣，随便下个鱼饵你就上钩了，挺没劲的。魏子期呀，你说你再嘚瑟，也就最后2天了。等董事会开完，没了你父亲的遗嘱保护你，你说你能撑多久呢？啊，对了，还有个事儿你可能不知道，你父亲的死根本就不是意外。我爸的死果然跟你有关系。想知道啊？明天德林会所我等你。你怎么来了？
我到底怎么了？你没怎么。没怎么。那这2份报告，哪份是真的？某些医生道德沦丧，故意伪造病患病情，违背医德。像这种情况，我是不是应该打个举报电话呀？举报电话是多少来着？123。哎，别！袁夏，其实这件事情我是可以和你解释的。好啊，那你就先跟我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拿假报告骗我？袁夏，我用我的人格向你担保，我把你留在医院完全是为了你好。再说，你也不是完全没病嘛。你看，你有点腰肌劳损，而且颈椎曲度也不是太好，还有2颗智齿，所以我让你去拔嘛。说重点，是不是魏子期让你这么做的？他这么做是故意捉弄我，吓唬我。怎么可能啊？他对你……他对我什么？看好袁夏，今晚千万不要让他离开医院半步。他是一个好老板。我不管魏子期把我困在医院是纯粹捉弄我，还是为了我好，他这样的自以为是的行为都是让我非常的反感，请你帮我转告给他。现在，我要出院，邢医生应该没意见吧？我一定是脑子进水了，才会真的去买彩票。买都买了，万一中个5块10块的呢？看一下，不对啊，他怎么知道中奖号码的？他是谁啊？还有他说的，你根本没有生病，你真正的体检报告在星南那儿。袁夏，你一定要相信我。还有就是今晚德林。德林会所。他为什么会提到德林会所？能有什么事儿啊？魏子期？是，别碰我！快点，干嘛？快点！别碰我！松手啊！快点！快点！魏子期，让开！出来！走！别动！别跑！站住！没事，我还有防身武器。你怎么来了？我是……你们先走，这里交给我。他是谁啊？那不重要。
So close, so far. I know you are my soul. 这还是我认识的魏子期吗？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 How long I will pass the time. 现在怎么办啊？要不我还有这个。放心吧，陈波是我爸早年提拔上来的，知道今晚周围要对付我，所以过来知会我一声。魏总，明天董事会之前，周围那边还是要盯紧的。好，放心吧。魏子期，我当了你2年的助理，一直以为我很了解你，直到今天晚上我才发现你还有2副面孔呢。究竟是我太傻，还是你的演技太高明呢？元夏，我没有想要故意隐瞒你，你也知道我在公司的情况，我的一举一动全都被周围监视着。在我没有正式接管股权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跟他硬碰硬，所以我只能每天演一个装疯卖傻的纨绔子弟，让他对我放松警惕。但是我没想到会把你给卷进来。周围？等等，让我捋一下。我记得你上次说那瓶红酒贵，是因为它是白马酒庄1953年限量产的最后一瓶。那你这瓶是骗我呢？自从那晚从酒吧开始，我身边就开始发生一系列接二连三的意外。那次刹车失灵的车祸，不是我的车子零部件老化，而是周围要杀我。是。因为我发现酒吧的账目作假。他怕我发现他利用这些高额的消费场所转移公司的资金。我还一直以为他对你动手是因为我，所以你为了跟我撇清关系，就故意开除我，用假报告把我困在医院，也是为了防止周围在针对我。元夏，关于这件事，是我的错，对不起。不对。啊？哪儿不对了？你先坐。我能理解，你是为了不想牵连无辜，不想让我陷入危险，但是你也没有必要自己冒这么大的生命危险啊。那次车祸，司机的本能反应应该是把方向盘往避开危险的方向打，而你却自己涉险，直接撞向了栅栏。这不符合常理啊！那你觉得我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保护你真正在意的人。就像那些宫斗剧里演的那样，你在利用我。故意迷惑周围，让我当 CC 的挡箭牌。不是，怎么可能呢？我跟 CC 一点关系都没有，清清白白的，我们就是逢场作戏，你千万别误会。哦，是吗？那不重要。不重要。对啊，我现在更好奇的是，你明明都知道周围在针对你，那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赴约？你这不是羊入虎口吗？如果我不去赴约的话，周围那边肯定会有行动。很有可能会伤害到我身边最重要的人，这种险我冒不起。没想到邢医生对你这么重要。不是邢楠。
元夏，我做这些都只是为了你。我喜欢你。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我想听一听你对公司的观感。魏子期，你是不是演戏演上瘾了呀？我跟你说，你不要见谁都讲这种话。我告诉你，你跟谁都可以开这种玩笑，跟我你犯不着，我不吃你这一套。我本来今天我中了彩票，我心情很好。不是元夏，我并没有骗你，我从一开始我的彩票，你看，上面都是你的血迹，因为你的出现，亲手毁了我另一种可能的人生，彩票都被你弄脏了。元夏。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Life can get hard,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I wanna hear about everything you're ever thinking. You know that I can take the truth. Call me out if you think I'm ever slipping. Maybe I can turn it around. Oh yeah. For love, for you, the time for you, how light 元夏，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出现，我的人生多了另一种可能。 the time for you, how light. 这么多钱，彩票的损失，我可以赔。你的损失，就这么点啊？你这个彩票的后三位都已经看不清了，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中奖号码呢？而且你看，你这种情况，也就是4等奖200块，这都不知道赔了多少倍了。啊，还有这个呢，我真尽力了。就不该信你们这种资本家的话。我现在是什么身家，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账户里面是真没钱。 我能凑出来这些都挺不容易的了。我平常不都是刷公司里面的钱吗？嗯。明天董事会之后，我们再商量一下怎么赔偿，好不好？能怎么办呀？谁叫我多管闲事儿，我只能自认倒霉了呗。元夏，
我们明天要干一件大事。各位稍安勿躁啊！这个子期这个孩子的脾气呢，大家也都清楚。他对公司的事情呢，一直都不感兴趣。估摸着呢，昨晚呢又玩了通宵，所以才会缺席今天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有份文件，大家传阅一下。各位啊。这份文件就是子期在今天凌晨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上有他的亲笔签名，我们有视频证明他是自愿将名下的股权转让。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见证一下。这是新季度从公司里走出来的账，还别说，多亏了魏子期那个败家子天天来报道，不然这钱还真没那么容易走出来。光靠这个酒吧业务走账还是不太够啊！我让你筹备那个拍卖行的事怎么样？放心吧。怎么回事？这视频怎么回事？谁给你的？是我呀，周小叔。怎么了？怎么见到我一副见了鬼的表情啊？你这副表情让我严重怀疑，昨天晚上逼我签股权转让书又想剁我手的人，是你指使的。你，还有你，和魏子期一块儿骗我。话别说的这么难听。各位叔伯不过是为了公司的利益，按照我爸的遗嘱，支持我接手公司，再配合我清理门户。各位，关于周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侵占公司资产的相关证据，已经发送到各位的邮箱了，大家可以随时查看。对于周围的人事决议，在座的各位有什么异议吗？没有，没有。那我再宣布几条新的人事任命：倪宁，研发部的总负责人；袁夏， MU 新的公关总监。我相信你完全可以胜任这个职务。倪宁啊，带着各位股东先去看看相关资料。各位请随我来。魏子期，你他妈的！当初我就应该弄死你！从我爸去世到现在，我已经忍你很久了，周伟。我爸死之前接到的最后一通电话，是你打给他的。周小叔，你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放开！魏子期，我告诉你，一通电话而已，根本什么都不能代表。什么意思啊？魏子期，你以为你能扳倒我，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总有一天，我
会让你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保安，你不喜欢公关部的工作？我很喜欢这份工作。那你为什么还要辞职啊？因为你。因为我？魏子琪，你是个好人，但却不是一个好老板。你让我接手公关部，不管是出于好意，还是为了之前开除我的补偿心理，你的这个决定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是否愿意。这就像是你之前擅作主张，以保护我的名义开除我一样。你这样的做法，让我连埋怨你都变成了不分轻重的矫情。我实在是不喜欢，也不需要这种好意。好，我明白了。元夏，对于过去给你造成伤害的事情，我还要正式的跟你说一句抱歉。我接受你的道歉。魏子琪，从今天开始，我们之间的恩怨一笔勾销。一笔勾销。那我先走了。元夏，周围在送去公安局的路上被人劫走了，你最近要小心一点。如果需要的话，我让倪宁送你回家。不需要了，谢谢。东哥，烤肉呢？回来了。孙姨，哎，圆圆，东家有喜，什么喜啊？哎，你嫂子马上要生了，哎，我赶紧去医院了啊！哎，好，我先走了，你慢点啊。喂，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连彩票中奖号码你都知道？元夏，孙俪想跟你说几句话。孙俪。你到底去哪儿了？怎么这么久不回来呀？小侄子已经都过6岁了，是不是啊？快回来哈！现在你应该能猜到我为什么知道中奖号码了吧？你能预知那些信息，是因为你跟我不在同一个时空。对，我现在的时空是2025年。你手机的那个手机不接通双时空电话，不过每天只能通1次。双时空信号会在12点到12点02分成功接通。那你到底是谁？我跟你说过，我不会害你。如果你相信我的话，请你记住一点：不要从 MU 离职，无论如何，也不要离开魏子琪。为什么？我才刚刚办了离职。喂。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魏总，这些都是为这次采访准备的衣服，您挑挑。啊，其实魏总您身上这件也挺合适的。这些衣服显得太轻佻了，不适合这次采访的主题。您说对吗，魏总？对。
这次访谈是魏总作为 MU 负责人的第一次正式露面，我们必须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一举改变魏总在大众心目当中的负面印象。比如，脚踩2只船的花花公子，不学无术的败家子，只懂吃喝玩乐的纨绔子，明白吗？嗯。立即通知宣传，准备就绪，10分钟后采访开始。好的，袁总。啊，好嘞，袁总。还好你这次回来了。关于您提议的让我做公关总监，我仔细考虑了一下，我接受。其实你也可以不用勉强。那就算了。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什么不满的地方，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来改正配合你就行。还有没有别的？你一次性说完，然后我全都改掉。其实我一直觉得你还有另一面的可能。咱们 MU 走的是亲民的精英路线，而不是非主流风。想要改变大众对我们的认知，尤其是对你的认知，就先从改变你的穿衣风格开始。好。对于量子通讯技术的投入，不是单纯的出于商业考虑，而是为了完成我父亲的遗愿。他在这项技术花费了一生的心血，虽然最后实验没有成功，但是留下了很多实验数据，让我们以后少走了很多弯路。以我们现在的研究结果，不出2年会取得很好的成果。那我们进行下一个问题。好。如何看待 MU 未来的发展？我们后续会宣布融资计划，扩大技术规模，敬请期待。蓝城财经最新报道 ，MU 通讯集团宣布由魏子期正式接管集团总裁职务。据悉 ，MU 通信集团专注于量子通信技术的开发和研究。量子通讯作为一种突破时空限制的通信方式，正以其独特的优势引领通信技术的发展。通过量子纠缠、量子隐形传态和量子密钥分发等技术手段的实现，使得量子通讯在安全通信和未来信息技术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新任总裁魏子期表示，目前量子通讯技术仍处于发展阶段，面临诸多挑战，后续还需要扩大研究投入，将借助一系列先进技术手段突破技术壁垒。未来是否能突破时空限制？这一新型通信方式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发展趋势？蓝城财经将持续关注报道。老板，您说的亲民，难道就是来逛花鸟鱼虫市场啊？你不觉得这比吃大排档更接地气吗？然后我觉得办公室太单调，没有生气，过来选一选绿植啊、花鸟鱼什么的。挺好。这金鱼就挺好，寓意也好，年年有余。我不喜欢吃鱼，鱼刺卡嗓子。是让您养，不是让您吃。那这个乌龟呢？健康长寿，好养活。这叫王八，学名叫鳖。真以为我什么都不懂啊？那您到底想买个什么呀？买个鸟。魏子期，骂人也不带这样的吧？今天可是你要求我陪着你来这儿的。哎，我没有，我冤枉啊！我只是单纯的想买个鸟。哎，元夏，不好意思，我还在加班，可能会迟到个半小时。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看着不眼熟吗？啊，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鸟的气质跟您的有趣灵魂如出一辙，非常适合你，就它了。来，把这个鸟拿起来。啊？来，
看镜头，3、2、1，笑一个。哎，既然您的鸟已经选好了，我的素材也收集完了，那我可以下班了。谢谢。哎。 不应该呀，这鹦鹉跟小时候家里的一模一样，怎么会认不出来呢？他果然把以前的事全都给忘了。这个试探人的方法是不是有点问题啊？这都过去10几年了，而且天下的鸟都长一个样，谁能分清楚哪只是哪只啊？他还来见相亲对象了。哎，你说他让我买王八，是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呀？暗示你王八蛋？那还行。 我以为他暗示我绿帽子，不对，那他怎么还为了见这个小白脸，把我自己一个人扔路边啊？裴先生，其实我这次过来是想要告诉你，我目前真的没有结婚的打算。你不用这么跟我客气，叫我裴深就行。 我也是 MU 的，只不过一直在分公司的研发部。这次我相亲，其实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帮忙？可以吗，元夏？你先说。我这次来相亲，是想请你帮我演一场戏，因为我有一个喜欢了很多年的女孩，只是我爸妈不同意，逼着我过来。这男的怎么回事啊？这到饭点了，连个吃的也不知道点，抠抠搜搜的。那还有这大晚上的给元夏点杯咖啡是怎么回事？这天还没黑呢，为什么不能喝咖啡啊？听我的，别一个人在这吃饱撑醋了。你要实在憋不住，你就提着鹦鹉往前上，告诉他你是谁，别在这一脸苦情怨夫相。怨夫？岳父，闭嘴！岳父闭嘴！岳父闭嘴！你还说？岳父闭嘴！闭嘴！对不起，先生，我们餐厅不允许带宠物，实在抱歉。好的。你等会儿，我一会儿再跟你说啊。行。就是有任何需要，你都可以跟我讲，我都会帮你的。谢谢。把墨镜戴上，免得又惹出什么新闻，让公关部加班。他给我发消息了。那元夏跟你说什么了？他说把墨镜戴上，免得再惹出什么新闻，让公关部加班。那就是嫌你丢人呗？没有，是因为我今天下午刚接受了访谈，他怕我形象受损，影响到公司。老贝，我正要跟你说呢，我刚刚看到一条新闻，抹黑你的人现在已经出现了。也好，趁这个机会，让元夏喜庆对我过去私生活不检点的印象，到时候我也好跟他坦白身份。